您现在看到的是长江三峡最佳旅游景观之一石宝寨，它被誉为世界8大奇异建筑之一。这一处奇特的景观位于重庆市中县境内长江北岸边，它被称为江上明珠。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出，石宝寨坐落在一块陡壁孤峰拔起的巨石之上。这块巨石相传是女娲补天所遗留的一尊五彩石，故称石宝。巨石的形状又像是玉印，所以又被称为玉印山。刚刚已经买票进来了。这里的门票呢是45块钱了。在通往石宝寨这座桥的旁边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有12个仿制圆明园的兽首铜像哦。它每一个生肖啊都会喷水，都会喷2个小时哦。那12个生肖呢，喷完了刚好就是一天24小时。感觉这个桥面呢还是软绵绵的，你看。一踩下去的话呢，都会往下沉。干脆了。这座桥的下面呢，就是长江了。原本呢，到石宝寨呢是有一条路的，但是因为后来修这个长江三峡水库，所以呢，整条长江上游的水面呢都升高了100多米，所以原来的那条路啊就没有了。这里还有很多牌子哦，你看这个是4A 景点的牌子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宝寨。我们现在从左到右来参观了。我现在相当于是走在这个围墙的上面，你看，围墙的里面呢，地势啊是很低的，然后围墙的外面呢就是长江的江水了。我发现呢，长江的江水呢是比里面的地面呢是要高一点的。可以看到这个围墙啊，其实是环绕着整座石宝寨啊1周的哦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很好的去保护到这座古寨了。看一下后面这座建筑啊，是不是非常的奇特呢？它是被誉为世界8大奇异建筑，总共呢是有12层，上面全部都是木结构的。假如说没有这一堵围墙的话呢，你看这座阁楼的基座啊，就有可能会被水泡掉。现在就从这条阶梯下来。去那边登上那座寨楼来看一下。这下面还有一座牌坊啊，叫做必自卑。你看这必自卑啊，并不是说来到这里啊必须要自卑哦。这3个字啊，它是取自《礼记·中庸》里面的“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迩”。意思啊，就是登高需从低处开始，远行需要从低处起步，比喻做事啊要扎扎实实，循序渐进。梯云直上石宝寨。石宝寨始建于明中晚期，经康熙、乾隆年间修建完善，塔楼依山耸峙，飞檐展翼，造型奇特。整个建筑由寨门、寨身、阁楼组成，高56米，全是原木穿斗结构。在明朝末年，谭弘起义，自称武陵王，据此为寨，石宝寨的名称由此而来。在这座阁楼建成之前，古人借助架于石壁上的铁索，在山顶修建了一座寺庙。明中期，当地贤达又聘请能工巧匠研究如何取代铁索上山，于是便依山取势修建了这座9层阁楼。寨顶古刹天子殿，隐含9重天之意。从此，香客及游人可免攀铁索之苦，上楼直达山顶。1956年又增修3层顶塔楼，共12层。2009年，历时3年多，耗资近1亿元抢救性保护工程全面完工，重新对外开放。重新亮相的新石宝寨，在巨型围堤环绕中，成为长江上唯一一处大型江中人造盆景，享有长江小蓬莱的美誉。这墙壁上啊，是一面功德榜，很多人呢捐了钱。在上方还有一块功德碑，这块碑有个特殊的名字，叫晴雨碑，形状与普通的石碑没有两样。但是如果在碑上有水汽，就预示着第2天会下雨；如果比较干燥的话，第2天就是晴天。它具有预示晴雨气象变换的特殊功能，所以又被称为晴雨碑。哇，注意台阶，看一下它这个台阶，真的是非常的陡，差一点要爬着上去了。
东周末年，八国内乱。八国指的就是现今重庆一带。当时镇守将军八幡子因为国家兵力弱小，就向邻国楚国借兵，以平息内乱，并许诺以3座城池为谢。内乱平息后，楚国使者前来索要3座城池，但八幡子不愿意割让城池，又不能背弃承诺，就割下自己的头颅向楚国致歉。楚王听闻后说：“我不能得到八幡子这样的忠臣，要城池何用？”于是就下令用上卿的礼仪安葬了八幡子的头颅，八国也以上卿的礼仪安葬了八幡子的身躯。中县原名临江县，后来为了纪念八幡子还有严颜等忠义之士，贞观8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将临江县更名为中州，民国2年改为中县。现在重庆的天气还是热，只要一出太阳的话呢，就会全身都是汗。它每一层都有这种圆形的窗口，在这里可以登高望远。这里已经是寨楼的第4层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整座建筑都是用穿斗结构没有用一颗钉子。上去第5层，这里还有一个孔洞不知道以前是用来干嘛的，在这里可以穿过去。这是释迦牟尼的石刻像，非常扁平化的刻像。现在已经上来第7层了。到了第7层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一个链子口的入口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好陡峭啊！链子口是古时登山道遗址，在阁楼建成之前，人们是手攀铁索，脚踩陡直的石级或石孔上下顶峰。古诗有云：“铁索累累贯山巅，一步一尊锦永止”，古称链子口。从链子口上来之后这里就是魁星阁了。如果刚刚从阁楼继续上来的话呢，就是从这个出口上来了。这里就是第10层。上面还有2层。在唐代，大诗人李白年少时到万州求学，船刚到中州，便弃舟上岸观光。在途中相遇秦公子，秦公子慷慨洒脱，待人大方。李白与秦公子相续，上至天地文史，下至风土人情，你吟我唱，毫无拘束。畅谈之后，两人更是志同道合，相见恨晚。两人逐结为忘年之交。次日清晨，两人相约一起到蓬莱山看日出。站在山顶古木大树之下，苍藤翠竹之间，眺望远处的群峰绵延，江岸风光一览无遗。李白不禁触景生情，说道：“如此仙界美景，不枉来一程也。”逐在石壁上挥笔写下“连云”2字，并题诗赞叹道：“霞映孤峰至江滨，子觉蓬莱在凡尘。古木要壁碧峻伟，彩泥禅峰峰连云。上触峨眉难攀顶，下忆此峰不能登。何日乘龙越山脊，菩萨霞光济苍生。”这首诗道出了诗人李白思想上菩萨霞光济苍生的崇高境界，对崇州石宝山美景的赞叹。从此人们又把此山叫做连云山。前面这座建筑就是叫做天子殿在天子殿的前面你看这里写着鸭子洞。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说，这明明就是一口井嘛，怎么会是洞呢？那是因为在古代有一天一个人在这里放了一只小鸭子进去，然后这只鸭子从长江的江面上浮出来了，所以这里就被称之为鸭子洞了。这第一个殿供奉的是关帝。前面这座桥有个特别的名字，叫爱河桥。在长江三峡有3座这样的桥，分别是通往天上、人间、地狱。丰都鬼城的奈何桥是通往地狱的，白帝城的无影桥是通往人间的，石宝寨的爱河桥是通往天上的，所以也叫通天桥。同时它还叫做爱河桥。相传只要是做了足够多的好事，充满爱心的话，男左女右10步之内单数跨过这座爱河桥，就可以心想事成，事事如意。这下面就是一个方池子，我来试过一下这座桥，单数跨过去，非常陡哇！记得要单数跨下来。
过了爱河桥，就来到寺庙的后面，这里有一块流米石。相传石宝寨有个石洞能流出大米，每天流出的米仅够和尚们吃。后来一个贪心的和尚嫌洞小，流出的米少，就把洞凿大，想多得到些米。谁知道这个石洞从此再也不流米了。真是贪心的和尚没米吃，讲的是佛家知足常乐的道理。看着眼前这位小和尚一脸无辜，我陷入了沉思。首先，这个传说本身就值得怀疑，石洞里怎么可能会有米流出来呢？就算这是真的，那么小和尚为了吃完这顿饭，下一顿还有着落，为了得到更多的米，把洞凿大一点，又有什么问题呢？难道这样就要被贴上贪心的标签吗？在我眼中，这个所谓的传说更像是古代封建统治者用来愚民的宣传工具。这个传说的潜台词就是：今天有的吃你就吃，你要是不满足，想要更多，我就把你这碗饭也给端了。传说里把小和尚的行为说成是贪心，而在我看来，这位小和尚不仅不贪心，还具有探索精神，不满足现状，勇于追求，开拓进取。相对比那些剥削百姓的封建统治者，这位小和尚的行为又怎能称得上是贪心呢？而真正贪心的人，正是那些欺压百姓的封建统治者，霸占你的土地，还要叫你不要贪心。来到这最后面呢，还有一个古炮台哦，这座大炮啊，只剩下了一节了。石宝寨因为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战争年代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根据史书记载，炮台是清同治年间用来抗击外来侵略而建的，经年累月锈蚀断裂了，如今仅存其中一节。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结果，而在于过程。每去一个地方，或许都会有与别人不一样的发现。其实关于石宝寨的传说还有很多，或许有一天你也会到此一游，说不定还会有属于你的新发现。